又到了手机最卡降频最狠的季节，是直面疯狂烫手的舆情，还是推送猥琐固件体验下降全由不开空调的你来扛？可以说此刻几乎所有品牌厂商都会被暑期档里这道两难的命题搞得满腹愁肠，但唯独小红子真的有点夸张，哥们毫不犹豫的选了 C， 并兴高采烈的玩起了超频8阵3，这究竟是精神状态堪忧的反向狂奔，还是艺高人胆大另有乾坤？红魔 9S Pro Plus 咱们简单研究研究，先从性能开始。按照惯例，8阵3领先版显然就是此前的三星特供版，只是换了个名字。相较标准版超大核，最高主频小幅提升约 3%， 来到 3.4G 赫兹 ，GPU 提升约 11%， 直接干到了1G， 其他则与标准版并无二致。不过众所周知，领先版的核心优势主要还是体质，粗暴理解为这才是完整版，或者挑出来的大雕版恐怕更加贴切。白名单加持下，安兔兔跑分异常的亢奋，原地怼爆238万，相较前作提升约 5.6%， 相较标准版8阵3的平均水准提升约 10%。有同学可能会说，下面这个同样是领先版的三星，为什么反倒比平均水平还低呢？因为这哥们白名单只对游戏有效，除此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特别卖力的时候，通过跑分是看不到完整实力的。Spec 2006当中，领先版小幅超频的超大核似乎稍显克制，倾向于维持与标准版相近输出，同时确保功耗更低。这样一来，整数测试效能提升约 6.7%， 浮点为 9.9%。 GPU 部分 GFX Bench 4K 阿兹特克离屏，因为选的测试规格比较高，所以帧率你不会觉得提升很大，但注意功耗与效能。OpenGL 下效能提升约 22.2%， Vulkan 为 13.4%， 这就有点意思了。主频超到1G， 效能不降反升，而且幅度还不小。结合刚刚 CPU 的情况，可以说只要调教不拉胯，看起来真挺有门的。让我们再愉快的烤个鸡。本次 3D Mark 更换了最新测试，这个虽然不包含光追，但依然非常吃性能。啥地步呢？甭管哪个阵营，就算往死里跑，基本最高也就10几帧，毫无疑问的狠活，正好配红魔。哥们儿以匪夷所思的强健体魄，深度诠释什么叫永不退缩。即使内置风扇关闭，依然未减半分战意，生生砍下峰值13瓦，平均11.8瓦的爆炸输出，毁天灭地。然而平均超过97摄氏度，最高可达109的 GPU 温度，才更是无以复加的恐怖至极。红魔之下，皆如蝼蚁。甚至没有挑战的权利，哪怕出现在同个图表，都得三呼对不起，趴在地上止不住的站立。大概2点关注：第一，果然能对往日红魔造成威胁的唯有今天的自己。9S Pro Plus 再次拉高了极限的定义，本环节当中各方面都是毫无疑问的天花板级呈现。关键看似失控的场面，严格讲还并没有崩，因为换算一下，你会发现此等压力下，总体的效能，尤其 GPU 这块，其实和此前搭载标准版8阵3时顶天是差不多的，结合略有提升的帧率，并无不妥。第二，光有这点肯定还不够，还得具备高纯度的身体才能最大发挥性能。平均90多的 GPU 温度，也就意味着20分钟里有 50% 以上的时间超过100，对于普通手机恐怕已经爆缸好几回了。不过当然，哪怕是对于红魔自己数据来看，也已然触顶。好在还有内置风扇，且神奇的是，虽然风扇本身硬件没变，但此处看起来似乎对内部的降温效果更好了，综合超过 4.5 摄氏度。不过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的降幅有所收缩，这是咋回事呢？猜测应该主要是因为新换的双冷凝胶确实大幅提升了导热，有相当一部分热量由均冷板导到了正面板，才促成了这一局面。所以如果不是这种饱和式的极端场景，那么本次散热系统的整体效果的确更强。30摄氏度半小时最高画质王者红魔 9S Pro Plus 平均帧率与1楼双满帧的前提下，仅只用了 3.6 瓦。如果减去内置风扇，那这局大概其也就是 3.4 瓦左右。同等条件下，参考目前的红魔9 Pro， 粗略估计整机效能暴涨 27.59%。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在相对近些的测试过的8阵3机型当中，平均哪怕往低了说，怎么都还得4瓦左右，且即便功耗低于平均值的那些 CPU 平均温度也不会低于50摄氏度，而红魔在内置风扇加持下只有 45.7， 综合帧率、温度、功耗等各方面，此处红魔 9S Pro Plus 表现无出其右。查看 CPU 使用情况，本次与之前大为不同，更多的压在了超大核上，平均使用率从 1.02% 来到了 16.38%， 而其余核心则是全面下降的。来到原神，事情更加夸张了起来。平均60帧满帧，外带1楼高达 58.4 帧的前提下，哥们儿这把算上内置风扇，也仅只用了不到 5.7 瓦，整机效能粗略估算提升 26.56%， 这已经很难说是当前8阵3能拿到的成绩了。毕竟市面常见机型同等功耗下，能卡不拉几的跑个55帧都算了不起，同时1楼撑死不到 9S Pro Plus 的一半，更不用说即便卡成 PPT 降频最狠的那种类型，在本条件下 CPU 也不会低于60摄氏度，但红魔 9S Pro Plus 平均只有 57.1， 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没秒全，这种事情都懒得说了。最可怕的是看到 36.3 摄氏度的电池了吗？这真的是在30摄氏度环境下以满帧跑了半小时最高画质原神后能保持的温度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然后如果你手头恰好有红魔375 Pro， 并且放到能够覆盖风道的位置，那双扇叠加之下即可进一步起飞。此时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将仅剩 36.3 摄氏度，电池甚至不到28，或者不怕热的话，开启超净画质硬刚平均 10.5 瓦的暴力输出，便可以 59.6帧领略真 2K 渲染的细腻风情。星穹铁道自从上回开始换了这个变态路线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满帧了。不是诸位不够强，只是确实可能有点难。红魔的表现既是本环节上限，帧率情况来看 9S Pro Plus 与前作几乎相同，不过功耗只有8瓦，下降 23%， 粗略估算整机效能提升约 29.93%， 相当可观。同时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低了 3.3 摄氏度， CPU、GPU 分别低了 6.9 以及 4.4。至此，假如相较红魔9 Pro， 游戏方面综合效能的提升大致为 27.99%， 幅度当真不算小，以至于有同学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到底是8帧3领先版还是8帧4抢先预览呀？提升幅度是否过于夸张？只能说不愧是咱的观众，果断发现了这个有趣的角度。事实上，如果你对当初8帧3标准版首发阶段的数据还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与今天领先版的情况颇有几分相似，只是从春天到现在，不知是因为各手机品牌策略，还是一众游戏厂商套路，所有的8帧3甭管是谁都没能再重现首发期的辉煌，广义功耗始终在一定程度的悄悄走高，所以尤其效能这块8帧3领先版才显得格外突出。当然，已经身在局中的你知道了这点也无可奈何，因为回不去了，只有在8帧3领先版身上才能重拾标准版首发时的柔情。而这其中真要说打游戏的话，该说不说，拥有内置风扇加持的红魔无疑是个相对更具优势的选择。这人其他各方面均没有变化，总体还是那么的平坦硬朗、方正纯粹，细屏状态宛若神秘的黑曜石碑。即便并非绝对的完美，但相对强烈的秩序感自会流露简约的韵味。相信在喜欢的人眼中，不论放在哪儿，都会感受到颇有几分沉醉。关键2400年的今天，仍能正面朝上平放于桌面，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不过当然，冲动消费之前，能否 hold 得住这个充满反叛精神、干碎常理的手感，还是需要考虑清楚的。尖键风扇背板的 RGB 们都仍在，也依然都支持自定义，只是个人觉着黑色版本的话，橘红色比较搭配。最大不同是这个隐藏式的型号灯变成了点阵的样式，好像多了一丝赛博复古。黑色版本纹理非常的凛冽锋利，图案与玻璃拉丝相结合，营造出了某种极富金属气息的未来科技风格。光线之下似漫天星轨，又好似一身的银鳞铠甲，就是柔光之下确实不好整，还得再加一盏灯。是吧？这就比刚才好多了，实际在手看起来还是比较骚气的。总觉得这把的设计师搞不好是 DC 的粉丝，有点像正义联盟当中荒原狼的那一身。不知道大家觉得本次的颜值怎么样呢？你愿意给这个设计打多少分？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方方正正，无遮挡，无缺角，拿在手上宛若显示器般的屏幕观感无需赘述，屏幕也还是一模一样的那一块，并没有改动。不过因为上次看过之后有些标准改了，外带部分项目当时还没有，所以咱们借机快速的稍作补充。首先，细屏光谱反射表现非常出色，放眼市面更好的没几个，这点显然就是红魔正面看起来格外纯粹的主要原因之一。亮度方面，众所周知受限于屏下摄像头，目前还是处在实用主义阶段，手动平均最高616尼特，符合主流水平。不过1051.7尼特的全屏激发可能显得就稍弱一点。H+ 窗口大致1200尼特左右，整体均量表现处在中游，10尼特蓝光表现不俗，波峰459纳米，同时默认模式色温偏高一些的前提下，高能蓝光相对也是比较少的，暗光灰阶情况一般。屏下摄像头部分在某些时候，比如灰色画面也还是可以看得见。不过不论哪方面，总体而言，个人认为都不会对正常使用造成显著影响，不必纠结。调光频闪高亮180赫兹，低亮2160，开启模拟低吸，我觉着应该算120赫兹。整体特点是占空比始终比较高 ，SOM 高亮时不到 0.3 没有问题。不过低亮比如10尼特下相对略高，当然你要开启模拟低吸的话会更高，这个还是取决于你的敏感倾向，没有绝对的好坏。色彩方面正常用默认就可以了，非得说想准点的话，可以尝试标准模式，准头与宣传出入不大，符合描述。接下来软件方面，游戏模式当中新加了几个小功能，我来给兄弟们汇报一下。首先，画面提取，游戏当中你可以选取任意位置的画面，以实时置顶的方式放到任何你想要的其他地方。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放大的功效，不过能够一定程度解决某些关键的元素或者信息无法修改布局位置的困扰。提取范围随便调整，最大可达屏幕的50%左右。实时置顶的窗口除可以调整透明度之外，还贴心的提供了
了3种不同的模式。自由移动顾名思义，随时都可以来回扒拉，不会锁死位置。穿透就是假如窗口遮挡了按钮，也不影响操作，窗口自身不响应触控。至于映射就有意思了，相当于提取画面的同时，如果包含按键的话，也会一并提取进去。点击窗口操作和点击原来位置的效果是一样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能够加入游戏模式的 APP 都可以使用画面提取。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这个东西除了游戏，还有在什么情景中会比较实用呢？第二个新加的功能随心显示，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可以对游戏进行强制悬屏或者调整画面比例，比如让你可以横屏玩耍原本竖屏的游戏，或者横屏游戏竖着玩，彰显性格，体验别样的风味。不过最有用的，我认为还是这个强制比例。王者荣耀为例，当你开启32:9时，可以说是近乎上帝视角，两边的半透明遮挡此刻也得给你让道，有如无物，很难说还有谁能对你进行偷袭。有同学可能会说，这样操作不别扭吗？我感觉适应之后还可以。另外强制比例之后点击箭头，这个画面是能够来回窜的。针对常见几款游戏围绕主要的比例看起来都是啥样的，咱们感受一下。王者32:9不用说了，就是刚才的上帝视角，两侧能扩展出相当大的一块。4:3平板模式作用不是很大，双侧范围变小，上下扩展实为有限。不过这个对和平精英还挺有用的，两边不变的前提下，上下能多出不少。反倒是32:9基本没有实用价值，仅为单纯的裁切。原神当中虽然视角有变化，但整体来看4:3同样是裁切。32:9时可以原地超宽屏，两边范围扩展，适合看风景。星铁就惨了点，不论4:3还是32:9都没有太大价值。接下来有兴趣的同学，确保此刻视频是全屏的，通过录屏画面可以接近1:1的体验一下这个随心显示的样子。没兴趣的同学就往后跳吧，大概能有个40来秒。龙狮棒下出高徒。展望未来的话，个人觉得之前的随心换键、本次的画面提取等功能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与这个随心显示做个融合。比如切换比例之后，空余画面直接变为虚拟手柄，相信更加符合逻辑，方便使用，而不是目前这般各功能之间各自为战，互不支持。然后高敏轮盘可以覆盖在任意游戏的摇杆轮盘之上，缩短滑动距离，拉高灵敏度。比方手指实际滑动可能是1毫米，而游戏接收到的则是数毫米，于是不论跑动亦或王者当中的技能释放，都将更加灵活省力。不过当然这个东西的速度显然是需要些技巧与控制力，主要面向有极致要求的高端玩家。最后针对和平精英小地图中的声音指示难以判断方位，外带看不清的情况，这把红魔直接给你做成了 HUD 雷达，取名声像探针，灵敏度同步小地图，不论汽车、枪声还是脚步都能直观的迅速判断方位，同时没有声音指示的时候会自动隐藏不遮挡，非常人性。最后的最后，系统方面显然就得是 AI 了。这年头好像甭管干点啥，不跟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扯上关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看来游戏手机也不能免俗。相册当中常见的 AI 写真、扩图、清除、3件套一次集齐，记事本加了个 AI 助手，生成、续写、扩写、润色等等等等。总之，一般的工具平台上有的东西，红魔本次全都有。只能说现在是真享福啊！老夫小的时候只有一本破作文选，生成全靠来回翻，那是相当的痛苦不堪。挑个不常见的，哥们儿把纹身图也塞了进来，让你拿着生成壁纸玩，多种不同的风格，可以使用预制标签组合，也能直接写段文字填上扯。创作的结果远观6宫粉黛无颜色，细手倒也没有马赛克，不过确实出自 AI， 稍稍有点特。进一步琢磨，感觉国漫标签生成还是挺不错，用作壁纸并无不妥。只是这类 AI 虽好，但貌似无法完全免费，如果超出每月的体验额度范围，就得自行投喂。按照最优惠的档位壁纸为例，大概每张1毛钱，不知道诸位觉得贵不贵？因为本次主要变化除了背板颜值，主要还是集中在性能与软件功能。上回说过的一致的部分，个人觉着无需赘言，所以这里没有提及。如果实在纠结，可以往前翻找找9 Pro Plus 的那期。回到9S Pro Plus， 属于保持了前作全部优秀基因的前提下小幅迭代，性能与散热一如既往的出色，没有令人失望。此外，随着游戏辅助功能的丰富与本次生成式 AI 的加入，都使得红魔的系统体验在选择中所占权重不断的攀升。远了不敢说，反正正统游戏手机之中，
论好用不好用的话，肯定是没别人了。这个层面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接下来一个是希望游戏的辅助功能们某些场景中能够整合连通，再一个是大模型 AI 除了幻影词之外，看起来与红魔机仍基本各自独立，还是有点奇怪的，期待早日合体，想想都刺激。好了，没有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本次的红魔 9S Pro Plus 怎么样呢？是否有哪些功能戳中了你，或者有不成熟的大胆想法，欢迎畅所欲言，评论分享。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